好了，嗨，我是脖子。难得今天天气好，刚好来到洗车场。嘿，没错，就是要来洗车哦，真的非常难得。那今天又是一个洗车的特别企划了。那同时呢，我又邀请到一位算是我们的这个车友，而且呢，她比较不一样，她是女车友。嗨 ，Hello， 哎，怎么称呼？我是 Eddie， 对不对？哇，今天刚好难得出来洗车，天气好，天气好。然后呢，脖子最近又买了一项产品，就是什么全能套件洗车组。我们来看一下，对，来给大家看一下。哎，这个听说是非常厉害，非常多，里面什么都有，镀膜、蜡，然后包含这些洗车用品，应有尽有，非常多。哎，今天我们要一起洗车嘛，对不对？对。可是又那么多，到底该怎么洗？没关系的，脖子，千万不要担心。我今天有帮你邀请到我们 RJ-Car 的老板哦，RJ-Car 老板，资深的老板来亲自为你详细介绍一下，来教我们怎么用，对不对？没错 ，OK。好，这个就是我们的 RJ-Car 的负责人嘛，对不对？是 ，Hello， 大家好，要怎么称呼？叫我阿志就可以了。阿志，对不对？阿志，这次就是我们买的这个全能洗车套件组，对不对？是，今天想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简单可以来自己 DIY 做汽车清洁的美容保养这样子。OK， 对。然后，如果以最基本的洗车的话，大概会有几个步骤？简单来讲的话，大概这个洗车的步骤，我们就把它分为4个大步骤。4个大步骤。OK。那首先呢，可能就是会先用到铁粉的去除剂。哦，铁粉。那铁粉的去除剂可能就是喷在车子的上半部。何谓车子的上半部？我们就以一个汽车的手把，对，开门的手把为主，我们俗称它为汽车的上半部。玻璃它可以不用喷，因为玻璃上面比较少会有毛细孔，那铁粉也比较不容易会附着在玻璃上面。那我们就实际来喷一下，OK， 就直接这样喷就好了。哦，对，它就直接这样子喷上去。那在轮框上面或在车身上面，它会有铁粉的颗粒，那就会产生有一个紫色的化学反应这样子出来。像这个框有一点紫色，淡淡的紫色。OK。然后接着第2步骤是，第2个步骤就是像柏油去除剂。OK。那柏油去除剂呢，主要是喷在像是门把的下摆部。OK，比较是下面的部分。对，因为我们车辆在行进之间，它可能会，路上会有一些小石头或是柏油的小颗粒，对，那卷起来，那可能会喷到的地方，大部分都附着在车子的下摆部这个附近。那如果针对是像5门掀背车，对，那它可能后车厢这个地方卷起来，对不对？对，也比较会有。懂了。我们家的柏油去除剂是用乳化剂，有乳化剂的成分，它不是属于油性的柏油剂，是那不会像是有一些的柏油剂，它可能比较偏油性的，OK，它就比较会伤这个塑料件那我们家的柏油去除剂使用上来讲的话，这个可以放心只要你喷上去，不要在大太阳下面曝晒，那就比较不会有一些反白的问题发生。第2步骤，这个也是直接喷就对了。对，也是直接喷。就主要是下摆的部分嘛。对，可以看一下，就是柏油的喷到像是 Focus 它这个下面的车子，它有这个橡胶件。对，那柏油留下来的话，它也不会去伤到这个塑料件，只要你不要让它残留太久。那所谓的残留太久，不要说那你喷了不管它，对，放个3-5分钟。那原则上整个药水喷完整台车的流程是应该不用3分钟整车喷完大概30秒以后，它就会产生反应了，就 OK 了。对，下一步的话就是用高压水箱做一些把它冲掉，OK。好，所以刚刚已经冲完了，那接着应该就是上泡沫，对不对？给予车友一个建议，就是这个水桶呢，我们现在装的水大约是将近1.5公升。1.5公升。在泡沫的稀释比例上，我们建议像这个量杯，它大概是在75cc 左右。这杯是75。对那我建议倒2个量杯，应该它就够发泡了。因为你用手一直给它摇晃的话，它就会产生这个泡泡。对。那如果你是希望有一些泡沫是比较更绵密的，对，那你可以再多加进去1个纸杯，那它的发泡就会再更快一点。原则上，我们的建议大概是2到3个纸杯 ，OK， 因为这个纸杯是大概在75cc 左右而已。75cc， 对 ，OK。那如果是泡沫的稀释比例，这个就是因人而异。车子的上半部大概会用羊毛手套来做清洁，是。那车子的下半部会有一个要分开来就对了。对，因为这样子的话，车子的下半部它可能会比较多的淤泥，比较脏，比较脏，或是有一些柏油的颗粒。是那因为刚刚我们有去过柏油了，对，那有一些比较大的柏油颗粒，那待会这个会额外再用湿乳布下去做处理。明白。
这个的话就是所谓的粘土润滑剂。粘土润滑剂。那粘土润滑剂用在什么地方呢？用在什么地方？就是如果我们现在泡沫清洁完了，当有一些铁粉它的附着比较强的时候，或是柏油颗粒比较大颗的时候，当药水清洁剂没办法完全带掉的情况下，那我们就会用粘土润滑剂搭配这个瓷土布。这叫瓷土布。对。然后怎么使用呢？那其实很简单，车子让它保持维湿的状态。那把粘土润滑剂喷在钣金上面，直接喷上去。对，然后用瓷土轻轻的磨那它就可以把车子上让它形成一个平整化。车漆的精油让它形成一个平整化。是。那这样一来，待会我们在上蜡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让蜡可以完全的附着在车漆的表面上，形成保护力。再来的话，我们简单来介绍一下钢圈清洁剂。钢圈清洁剂为何我们用这个瓶子装呢？是因为钢圈清洁剂大部分我们所贩售的钢圈清洁剂都是需要经过稀释的。那我们的钢圈清洁剂这一罐是已经稀释好的。是。那它的稀释比例大概是在1:3左右。1:3。那你直接把它喷在直接喷就好了。对，喷在轮框上面。然后只要用这个钢圈毛刷。对。这样子简单的做一些刷洗。对，那钢圈清洁剂它主要的成分，它大部分都是比较属于碱性的，那也比较偏向强碱。那所以我们都会建议客人需要稀释。那一般的轮框的材质，都是可以使用钢圈清洁剂的。那除非是特殊的轮框譬如说像是电镀材质的，或是像一些有表面抛光处理的。是。这种的话，我们就比较不会建议用钢圈清洁剂，之后就是用高压水直接把它冲洗掉，这样子就可以了。差很多这个是皮革保养剂。那这个皮革保养剂呢，原则上它是水性的。水性的。对。那皮革保养剂主要就是涂抹在内装的皮椅跟一些内装的这些塑料垫，塑料的饰板这些都可以。那皮革保养剂其实它的使用方式也很简单。那这个内装呢，我们刚刚是已经用干净的湿布已经先擦拭过了。是。那主要就是把这个水性的皮革油喷在这个海绵上面。那均匀的喷洒一下，那你轻轻的给它涂抹均匀就可以了。那包含到一些内装的这些饰板，它都可以用这个来做擦拭。它有什么作用呢？是它可以防止皮革比较不容易龟裂，是也比较不容易褪色。然后褪色对。那因为长时间有时候我们车子出门在外，停在户外，那可能太阳光下面的曝晒，那都会导致皮革比较容易脆化。好，那今天感谢阿志帮我们介绍。不要这么说。那今天有用到主要是左边这一块嘛？那右边这一块是今天没有特别用到，但是有没有可能也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简单来讲的话，这些都是属于像这个是去污蜡。去污蜡。那它可能是针对一些浅色的车，或是说比较长时间已经没有保养的，是那可能是在上蜡的过程中，我们会以它为首选，是去在车漆的表面上做一些去污清洁的动作，这样。OK。那这个是芒果棕榈乳蜡，那主要它强调的就是它含有棕榈成分，是它是有高光泽、高脱水的效果，对，虫丝去除剂，鸟大便，鸟大便，那这个里面含有蛋白质分解剂。OK。那它可以去除一些鸟粪或是像一些树枝停在树下会有蜜蜂那些的。对。水镀膜呢？水镀膜，这就顾名思义就是简易型的，快速保养，让它有一个脱水度产生在车漆表面上。玻璃清洁剂这个是可以去除内外玻璃的一些油污，或者是说有一些车主在车上会有抽烟的习惯，车上内玻璃会卡烟油，都可以用这个来做处理。那万用呢，它可以用在的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是。那它跟一般的碱性清洁剂有什么不一样？第一，它的 pH 值比较低，对，比较不会有伤害的问题。所谓的伤害就是不管是针对车漆、针对内装皮件或是塑料件，比较温和型的。是。对，那它主要是可以拿来做一些擦拭去污的。OK。的一些清洁剂。那外部塑胶件就像下面那个，就是像这个 Focus， 它下面有一个侧裙，它这个是有一个塑胶件的材质，那都可以用这个来做涂抹，做一个保护的动作。OK。然后
玻璃啊，这个除油膜，对不对？对，这个玻璃除油膜，那可能在都市里面的车会比较常遇到的是说，你可能开了一阵子，会觉得玻璃奇怪，为什么下雨天刷不干净？刷不干净，对，这个快速保养剂，这个是比较针对于说现在的趋势，对，有一些车主他可能新车的时候他就有镀膜，是，那他可能可以车辆清洁完以后用这个来做维护。OK， 对，那题外的话是公司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到汽车美容保养相关的产品。对，那如果这有需要的车主，那都可以在我们的脸书啊，对，或是说在我们的官网上面做一些询问。是，那公司里面都有小编会一一帮你解答。是，那比较会有困扰的车主无法判断的问题，我们也欢迎说，那你可以提出，或者说拍照你把这个图片传给我们，尽可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以识别的情况下，我们来跟你们讲说怎么处理这样第一不用花冤枉钱多买一堆有的没有的产品，对，那这样子可以直接解决到你们所面临到的问题。是对，那今天也非常感谢脖子哥，感谢阿志愿意拨空来帮我们做个介绍这样子。非常感谢阿志，非常的热心，然后他们家的产品真的非常非常多元。对，不嫌弃，使用方式或者说你的车是什么颜色那是什么品牌那你都可以先提出来询问，我适不适合用这个东西，或者说我该怎么用这个东西我们都很乐意来回答车友的问题。赞OK， 那我另外呢也会把他们的这个连结，不管是官网的连结，或者是他们的 Facebook 连结，他们同时也有在做虾皮嘛，对不对？对，也有虾皮，各大平台都有。对 ，OK， 那我一样放在下方资讯栏给大家做参考，大家可以询问他们。那他们产品真的是还不错，那记得订阅我 YouTube 频道，那也别忘了 follow 他们的 RJ Car。那当然这里是北投的车太炫，对，这是北投承德路7段的车太炫自助洗车场。这个大家也可以欢迎来这边。那这个订阅我 YouTube 频道，那我们下部片见喽，拜拜。